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周五晚上，我刚回到家，工作群里发来消息，项目经理张博周六全体加班，收到的马上回复。过了几分钟，一个回复的都没有。张博急了，限时5分钟，没回复的下周直接辞退。群里陆续开始有人回复，收到，收到。5分钟的时间一到，只有我一人没有回复。张博直接开喷：沈星辰，你丫的是没看到是吧？别仗着自己是技术骨干就破坏团结，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？老子，他居然在我面前自称老子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。老子有技术，无房贷，无车贷，无老婆，更没孩子，简直没有任何后顾之忧。加班你个嘚儿啊！你嘴巴属化粪池的，信不信我抽烂你的嘴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周一我刚到公司，张博就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：沈星辰，你什么意思？周六加班就你一个人不来，工作态度那么消极，你特么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表情平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往后挪了挪，离我远点。你丫有痔疮吧？血口喷人。我工作态度怎么消极了？不服从领导安排不叫工作消极叫什么？有种去总经理办公室当面对质。呵，还当面对质，就知道舔领导皮燕子的玩意。平日里就知道让我们加班，还不给加班费，还美其名曰我们是弹性工作制。既然是弹性工作制，那为什么迟到早退要扣钱，加班却不给加班费？我才不惯着他，摇了摇头拒绝道：我不去，还一堆事要处理呢，大不了你跟总经理告我状，反正这是你拿手。这时张博的秘书柳青青走了过来，眉毛一挑，白了我一眼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跟他较什么劲？我抠了抠耳朵，转头看向旁边工位的李子明：子明，你小子去厕所是不是没洗手？怎么空气里一股子骚气？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声。柳青青涨红了脸，环顾四周：你们两人吃了瘪，又拿我没办法，转头回了办公室。我轻蔑一笑，还想骑在我脖子上拉屎。他们怕是忘了公司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。当年我跟着总经理许兴国打江山的时候，张博还不知道在哪里撩着家雀弄泥巴呢。公司的王牌产品 ERP 是我做的架构，底层核心代码也是我写的，又是我组建的技术团队，一点点打磨完善，才有了现在的市场竞争力。要不是张博这小子是许兴国的小舅子，他怎么可能当上项目经理？一个技术型驱动的公司，被一个屁都不懂的人指手画脚，说出去怕是要被人笑掉大牙。曾经我找过总经理许总，能不能别让张博插手技术团队的事？这样我很难做事。许总拍着胸脯保证：放心，我会说他的。我考虑下看是不是让他去市场部好一点，你也不用听他的。至于他说什么，你随他去好了。作为公司元老，对于许总的家世我多少有所耳闻。许总当年正是靠着他老婆娘家的资金扶持，才有了创业的资本，因此许总在家里没有多少话语权。面对这样的小舅子，他想管也有心无力。我摇了摇头，继续去做事。两人走进办公室，柳青青拉上了百叶窗，张博顺势把她拉进怀里，坐在大腿上，一双大手在柳青青的柔软处恣意揉搓。你还有心思想这些？都被一个小喽啰对脸欺负了。柳青青双手环胸，气哼哼地数落张博。张博不以为意，送上一记香吻，
用不了多久我就让沈星辰那小子滚蛋，到时候我看这个公司还有谁敢跟我呲毛。哦，有什么计划说来听听。中午12点有甲方来公司考察，上头点名需要技术主管陪同。11点1到，张博和柳青青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指了指王新宇：“新宇，你陪我去见下客户，从技术角度介绍一下我们产品的优势。”从我身旁走过时，柳青青扬起一侧嘴角，发出一声冷哼：“也罢，无所调位。只是为什么是王新宇？这小子是我手把手带起来的，虽然说技术不算差吧，但也到不了拔尖水平，只能说是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荡。”几人走后，李子明凑了过来：“陈哥，什么情况？你要从公司离职了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也许公司打算着重培养王新宇，以后你可以小心点了。昨天你还因为一个 bug 是谁的错跟他吵架来着？切，就他也配吃里扒外的玩意？只要你一句话，哥们立马撂挑子不干了。声音太大，引来其他同事也参与讨论起来。这些人基本都是我带出来的，所以都向着我说话。陈哥，要不你带哥们出去单干吧，不比在这受憋屈强。就是，上周6约定好了带孩子去游乐场玩，结果张博那逼一句话就打乱了计划。谁说不是呢？还拿离职威胁我们。论资历，我们谁不比他强？仗着是老板小舅子，作威作福。这小子一来就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整天跟柳青青那个骚货不知道在办公室搞什么花活。公司走到现在，一多半是陈哥的功劳，他凭什么颐指气使？眼看他们越聊越远，我赶紧打断：得，都少说2句吧。你这个月房贷不要还了，还有你这个月车贷还不还？你孩子的奶粉钱还挣不挣了？别动不动就说离职，你们能跟我比？到了下午，他们回来了。王新宇刚到工位坐下，技术部的同事开喷了：哟呵，这不是马上就要顶替陈哥的王主管吗？以后还得承蒙您照顾。狗腿子，吃里扒外，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就是，要不是陈哥手把手教你，你能有现在？我敲着二郎腿看向王新宇，视线中他攥着拳头一直在忍，同事们还在不断地扒他的各种糗事。终于他气不过拍案而起：你们这些臭屌丝就是嫉妒我。沈星辰是教过我很多，那又怎样？他教会了我，我就可以替他分忧了呀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感恩他？还有你们一个个技术不如我，就会在这破。等我当了技术主管，把你们一个个开掉！哈哈哈！王新宇两嘴咧开，激动得直跳脚。噗！这词从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口中说出，听着怎么让人那么恶心？我指尖轻轻敲了敲桌子，王新宇转头看我，收敛起刚才的嚣张。小雨，我记得你是农村来的吧？当初面试你的时候，我以技术不过关为由明确拒绝。趁我上厕所，你跟过来，老子当时裤子都脱了，坐在马桶上，你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求我收下你。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觉得你行呢？其实这个技术主管，我当不当无所谓，大不了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可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态度？说你几句就蹬鼻子上脸。沈星辰，王新宇出声打断我，他眼睛通红，龇着牙：你答应过我，不把厕所下跪的事讲出来的。实话告诉你，张经理已经许诺我了，你的位置马上就是我的。我看你们到时候谁还敢这样跟我说话？我摊了摊手，没问题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行，这个技术主管我随时可以让给你。我心中冷笑，技术部这帮人
谁技术怎么样？谁的优劣势是什么？我门清王新宇的技术，目前来说只能说是凑合，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差，更不要说系统扩展或者底层优化。估计张博觉得王新宇好控制，才给他画个大饼，好扶持这个傀儡上位，借此控制技术部。内部电话响了，是徐总打来的，让我过去一趟。总经理办公室内，张博和柳青青也在，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。你俩都干什么吃的？甲方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们专业性不够，技术也达不到他们的要求。我早就说过，甲方的郑总是华科大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，人家点名要见技术主管，结果你带了个什么玩意去的？这可是上千万的大单子，要不是看在你姐的面子上，我真想抽死你。张博也急了，许兴国，你跟谁俩呢？你能有今天是靠的我们张家，现在出息了，翻脸不认人了是吧？徐总气得涨红了脸。张博，你们一家能拿这事压我一辈子？我给的还不够吗？公司每年的利润绝大部分都给了你家，我还纵容你个棒槌当经理。气氛紧张，柳青青当起了和事佬。徐总，张经理，你们一家人就不要吵了，被外人听见了不好。柳青青朝我的方向努了努嘴，我一愣，尼玛，怎么什么都能扯上我？我直接开撕，你可拉倒吧，柳青青，你不是外人，屁事不干，整天撅着个腚瞎转悠，没你公司能好一半。你，柳青青脸上表情像吃了2斤的奥利给。眼看事态升级，徐总立刻赶走了2人，然后跟我商量明天去拜访客户，看能不能把这个单子挽回来，秉着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。我问，如果能挽回，我有没有提成？徐总表情变了又变，讪笑着，当然，谁签的单谁就有提成，5个点。我算了下，5个点的话，足足有50万的提成，凭什么不要？这些年公司给我画大饼，虽说也兑现了一部分，但多数沦为一句空话，那我索性也就不客气了。晚上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喂，沈星辰，还记得我是谁吗？听口音，听不出来，不会是骗子吧？昨天我还在抖音上看到，有的电信诈骗开头就是这样的话术，我最恨骗子了，于是开口骂道：死骗子 ！KK 电信诈骗园区的死骗子，别再给老子打电话！挂断电话后，我反手下载了国家反诈，正在安装时，电话再次打来，我正要开骂，对面抢先开口：沈星辰，你吃枪药了？我的声音都不记得了吗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你还在我这考过片。靠北，难道是郑元浩？你是郑元浩，师兄郑元浩就是我，一起光屁股洗过澡的兄弟，你还能忘？往事涌上心头。大学时，郑元浩高我1届，我们同属计算机系，一次打篮球相识，彼此很是投缘，有着不少相同的兴趣爱好。我们一起开黑打过游戏，共享好看的电影资源，聊这一届的新生美女谁更好看。可惜的是，大学毕业后我们就断了联系。听说他在海市创业成功，成了一位大老板。浩哥，真的是你？你现在在哪？我就在你们画室呢，正泡澡呢。我给你个地址，有空的话过来见一面。那必须呀！浅深水湾泡澡池内，我和郑元浩赤诚相见。他调侃我：师弟，几年不见，隐约可见地中海的趋势。我不遑多让，师兄也是，看这肚子，应该有5个月了吧？哈哈哈！相视一笑，聊天进入正题。星辰，我听说你在爱创科技做技术主管，主要负责 ERP 的研发。我点点头，表示默认。
这就奇了怪了，为什么昨天跟我见面的没有你？我一脸的问号。啥？昨天咋了？话刚出口，我恍然大悟，你是甲方爸爸。郑元浩一愣，你们乙方对甲方的称呼倒是很别致哈。泡澡池里雾气昭昭，郑元浩有点招架不住了。走，我也体验一把你们画室的搓泥。咱们边搓边聊。聊天中得知，随着业务增多，他的公司亟待数字化管理。比较下来后，郑元浩选择了我们爱创的 ERP 产品。通过了解，发现我居然是这套产品的研发 leader。本来这次考察签约他不用亲力亲为，为了和我叙旧才临时决定过来。可是见面的时候，却见技术主管不是我，而且当问起产品的技术优势、扩展性、最大负载量以及对应的技术时，王新宇表现得很不专业。这对于计算机出身的郑元浩来说，简直是灾难。借着机会，我向他一一做了解答。末了，郑元浩决定卖我个面子。师弟，你刚才对产品的介绍，让我重拾了合作的信心。考虑到你们公司有的人不靠谱，我打算分2期签约，先期是500万，做得好才有2期。第二天，在爱创科技的会议室，随着双方签字落笔，这次合作正式展开。当天，郑元浩便让助理订了回程的飞机，我一再挽留，说带他到画室逛逛，被他以公司有要事处理为由婉拒。签约了大项目，公司上下一片欢腾，但偏偏张博唱反调，又不是沈星辰一个人的功劳。别人看重的是我们爱创的信誉和平台，更是我们产品的品质。拥趸李子明提出异议，陈哥作为元老，又是技术大拿，不管是公司信誉的积累，还是平台的搭建，更不用说产品品质，说他功劳最大一点不为过。柳青青翻了个白眼，冷嗤一声：得了吧，一个技术员而已，要说功劳最大，肯定是徐总和张经理。甲方跟我们签约是基于公司，又不是他沈星辰个人，私下里的关系只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我懒得与他们掰扯，直接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门，跟徐总提出4点要求：一、不能让张博对我指手画脚；二、整个项目由我全权把控；三、加班要给加班费，当然非必要不加班；四、辞退王新宇，理由是破坏技术团队的凝聚力。这几点要求都不过分。徐总点头应允。张博和柳青青被调到了市场部，王新宇则直接被 HR 约谈。约谈细节与赔偿方案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他走的时候脸都气成了猪肝色，说是要到劳动局仲裁。从工位搬东西的时候，他放下狠话：都针对我是吧？走着瞧。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产品的代码都在我脑子里呢。我这就去对手公司，等我做出更牛逼的产品，你们就等着失业吧。一群房奴、车奴、娃奴，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玩意。他正说得起劲，李子明一个巴掌甩他脸上，直接对脸开大。没完了是吧？给你点逼脸你还装起来了？你多少斤两我们会不知道，还吃屎赶不上热乎的，你赶得上？我现在就拉点热乎的给你吃，非得让你大吃1斤。说着揪着王新宇的脖领子就往厕所拽，那架势像是玩真的。吃屎的恐惧给了王新宇磅礴的力量，他挣脱束缚，夹着尾巴跑远了，没有了烂人的干扰，是时候大干一场了。当天我就制定好了项目实施计划，即刻赶往海市，没日没夜地过了2个月，项目终于顺利上线。到了发钱的时候，我却只收到工资，
项目奖金和先前说好的提成分文没有，我快要气炸了。道德在哪里？诚信又在哪里？愤怒之下，我来到许兴国的办公室，刚要敲门，里面传出张博的声音：“姐夫，现在咱们的产品已经很完善了，还养着技术部那帮老人，纯粹就是多花钱。我的建议是留几个成本低的，其他人找个由头直接开掉，不给赔偿金，就像开除王新宇那样，大不了由他们去仲裁去告。他们有张良计，我们有过墙梯，他们折腾几天也就消停了。许兴国，如果彻底撕破脸，郑元浩的2期项目不跟我们合作了怎么办？毕竟他是看在沈星辰的面子上。不会的，你想啊，1期项目是我们给搞的，如果2期不用我们的产品，万一出现问题，吃亏的不还是郑元浩吗？我死死攥着手，指尖发白嵌进肉里。缓了缓，我敲响了门，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。进。我推门而入，假装不知情，开门见山道：“许总，你看项目已经顺利上线，客户尾款也付了，先前说好的提成和大伙的项目奖金是不是可以发了？”不等许兴国解释，张博插嘴道：“还好意思要提成和项目奖金？你是怎么管控成本的？那么大一个项目，利润只有80万。咱们公司的规定是，利润超出合同金额20%的部分才计算奖金，也就是利润必须超过100万才行。公司不来问责你就不错了，还好意思舔着脸要提成和奖金？什么？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项目的成本都在我的把控之下，我早就核算过。利润最少也有150万，一定有猫腻。我看着许兴国，希望他亲口承认，却见他点了点头。财务部已经按发票仔细核算过，利润是只有80万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彻底死心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一点让他们演绎的是淋漓尽致。是我这个大冤种还在念及旧情，苦哈哈的埋头出力，却让他们尽收渔翁之利。但这事不算完，我一定会调查个水落石出。当晚我就黑进了公司的财务系统，很快便发现了问题。在我们项目报销的发票中，起码有几十万都不对路，而且报销人都是张博，其中不乏一些高档酒店的住宿发票。完了，你把公司当自家取款机没问题，可别损害我们利益呀！照这么下去，公司早晚得黄，那索性就让它黄得快一点吧。我决定报复，于是在技术部的私群发送消息，把整个事情的原委全都搂了出来。事关自身利益受损，他们都很气愤。我说，后路我都想好了，大不了我出去单干，愿意一起的 call 1，大家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很快全员回复1。李子明，陈哥，你说怎么玩，我们听你的。我怎么玩都行，最好把公司给搞黄了，还要把张博这个二逼整爽了。大家商量下游戏怎么玩。有了，我见过柳青青男朋友，是健身教练，5大3粗的，估计不知道柳青青和张博的情人关系。我们可以借他的手暴锤张博，机会很快来了。这天柳青青来到技术部，给你们技术部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我手机坏了，谁帮我修一下？李子明举手，青姐，我会。柳青青把手机递过来，半个小时后姐来拿，待会请你喝波波奶茶。说完一颠一颠地走远了。有人起哄道，哟，波波奶茶，只要波波，不要奶茶哦。李子明白了一眼众人，开始低头摆弄手机。手机修好后，我顺手植入了一个木马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同步手机里的信息。
还能获取到定位坐标。下班刚到家，我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弹窗忽然亮起，传来柳青青和张博的对话消息。我搭眼一看，直犯恶心。张博，宝贝，我刚洗完白拜，浑身燥热，想要和你运动一下。柳青青，死鬼，今天不行，我男朋友今天没有私教课，很快就下班了。张博，你编个理由出来吗？运动完我陪你去买包包。柳青青，老地方见。张博，房号待会发你手机上。擦，果然没有女人能抵得过包包的诱惑。20分钟后，定位信息显示在 W 酒店，话是最高档的酒店。包包 W 酒店，霎时我恍然大悟，张博这小子肯定把这些消费发票开在了我们项目头上。TMD， 真有你的，财务这都能批，8成是被张博破了，待会就有你俩好果子吃。我从同步的消息中找到柳青青男友的手机号，直接把两人聊骚的聊天记录打包发了过去，又附上开房地址、署名，一个好人。然后乔装打扮直接出发。W 酒店8楼69号，这房号挑得很有深意。站在门外，里面不时传出娇喘声和有节奏的撞击声。我左顾右盼，肌肉男怎么还不来？叮咚，随着声音响起，一个肌肉拉丝的壮汉走出电梯，后面跟着一群5大3粗的兄弟。他一脚踢开房门，乌泱泱一帮人鱼贯而入。我戴着鸭舌帽，举着手机混了进去。紧接着，柳青青惊恐的尖叫声响起。张博和柳青青衣衫不整，满脸惊恐，尤其是柳青青，大半个白花花的身体露在外面。钱伟，你听我解释。他肌肉男扬手就是一巴掌。贱货，怪不得今天老子又眼皮老跳，原来是被扣了绿帽子。转头看向张博，张博立马一哆嗦。哥，你听我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还没等他说完，肌肉男一个大耳刮子扇了过去，声音脆亮，都特么捉奸在床了，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在做游戏吧？肌肉男这个脑回路倒是很清奇。张博捂着肿胀的侧脸，要不我给钱。他又是一巴掌，你当他是卖的呀？张博双手捂脸，哥，要不我们报警吧，让警察处理，私自用刑是不道德的。他老子又没道德。啪啪啪，砰砰砰，打脸声和脚踹声此起彼伏。猛男打人一巴掌顶普通人2巴掌，一脚顶普通人2脚，看着是真的爽。没多大功夫，张博像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地上。高潮落幕，我收起手机离开，刚走到大堂门口，就见肌肉男薅着柳青青的头发丢进车里扬长而去。仅仅1天，各大媒体头版头条炸锅了。抖音，健身教练捉奸，画面太美我不敢看。微博，一男子偷情女子，被其男友疯狂打脸。今日头条，偷情有风险，约炮需谨慎。视频中，张博顶着一张猪头脸，柳青青裸露着半拉身子。这下他俩丢脸是丢大发了。果然，4日上班的时候不见两人，同事们茶余饭后都在热议此事。想想也是，换作是我，被人堵在酒店里，赤身裸体，还被人揍成猪头，连还手都不敢，那还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？可我小瞧了张博的心理素质，没几天他就来公司上班了，跟没事人似的。据说柳青青被教练男友好好收拾了一番，没几天就从公司悄悄离了职。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，张博又开始整活了。这天我收到邮件通知，我被裁员了，理由是现在市场不经济，为了降本增效，
要裁掉那些薪水高、产出低的员工。笑话，我的付出对得起现在的薪水。现在产品在业界打出了名气，就想赶走我这个元老。张博走来看我笑话，扯起嘴角睨了我一眼，讽刺道：沈星辰，这里庙小，容不得你这尊大佛，你还是另谋高就吧。同事一场，倘若你在外面真的没饭吃，记得来求我，兴许我会念及旧情，施舍点给你。不用说，肯定是他撺掇许兴国把我开掉。环顾技术部，从他们的表情判断，被优化的只有我一个，也就是针对我呗。没事，我心态超级稳，朝技术部的兄弟们一抱拳，故意提高嗓门：兄弟们，我先另谋他处，等我站稳脚跟，有看得起我沈星辰的，尽管来找我，待遇比这里只高不低。转身离开，刚好看见郑元浩站在门口，许兴国在一侧陪同。我走过去：师哥，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郑元浩没有正面回我，转头看向许兴国：许总，我看27的合作先等等吧。朝我招了招手：走吧，一起。许兴国急了：郑总，别介，合同都拟好了，细节咱们都聊透了，趁热打铁签了。晚上我做了安排。默了默，郑元浩叹了口气：话就摊开说吧，一个做产品的公司，在产品相对成熟的阶段，裁掉核心研发人员，这让我对你们的企业文化持怀疑态度。要知道，社会在发展，科技在进步，产品也需要不断升级，才能适应市场，提高竞争力。核心研发人员都走了，这些都是空谈，受影响的不止你们乙方，还有甲方。张博上前一步，刚要开口，就被郑元浩拦住：张经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网上的新闻我看了，你我不是一路人，再见。离开后，郑元浩找了个会所，我们聊了很久。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产业升级，尤其是制造业，新形势下都在调整产业结构，在优化生产流程、管理流程上下功夫，这是一个不错的风口，需要更好的 ERP 产品助力。所以郑元浩有意成立这方面的研发公司，而我就是他急需的专业人才。谈到待遇，郑元浩毫不含糊：你技术入股，工资在原先的基础上 double， 后续的团队组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他的意思我懂，是想让我把爱创县城的团队挖过来，毕竟那帮兄弟和我共事已久，配合默契，可以即插即用。我开门见山道：师兄，你也知道这个行业跳槽，薪资方面肯定会有更高的要求。郑元浩倒也爽快，原先薪资的1.5倍，整个过程我只管出钱，其他你全负责。整个谈话过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。正要把好消息分享给兄弟，看到许兴国的一条朋友圈，曾经一个战壕战斗的兄弟离开了，被甲方挖走了。我想说的是，在你还是个新人的时候，是我给了你工作的机会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背后给我一刀，没关系，我大度，没了谁，这个地球都会照样转。我只想说，从此你不是我兄弟，留下的兄弟们加油，你们的努力在年终奖上一定会有所体现。估计他忘了删我好友吧，不要脸，把自己说成我的衣食父母了，好像没有你我就活不成了。我打字留言说的没错，离了谁这个地球都会转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，我们是彼此成就，搞技术的是靠实力吃饭的，不是靠嘴。还年终奖呢，兄弟们快跑，这老贼又在给你们画大饼了。然后顺手点了个赞，没多久我就被删除了好友。李子明发来消息：陈哥牛逼，对得好，
话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接着我在技术部的私群里发了条动员消息：兄弟们、战友们、家人们，我沈星辰要自立门户了，有意跟我一起大干一番的扣一，工资在现有基础上1.5倍，短短1分钟，全员扣一。第二天，技术部所有人员从爱创辞职，许兴国和张博慌了，当即画饼。上次项目的奖金现在发，下个月全员涨薪，组织技术部去日本团建，加班按2倍工资算。但大家早就认清了现实，许总、张经理，我们胃口小，吃不下你画的大饼。浩辰科技很快成立，欢庆宴后，我跟大伙定下目标，要在6个月后推出一套全新的 ERP 产品，推倒原有的底层架构，采用新的技术构建架构平台，优化算法，引入 AI 大数据模型。我们撸起袖子开干，老东家却炸锅了。维护没有人对应， bug 没有人处理，升级没人做，甚至连个会部署的人都没有。客户不断投诉，导致口碑不断下滑。原本有意向的几个客户转投和友商签约，同时爱创科技研发人员集体离职事件在业内传开，甚至还上了新闻。许兴国这才意识到，研发人员才是整个公司的核心，不是市场部，不是销售部，更不是管理层。但为时已晚，情急之下，许兴国给我打来电话。当时我正在和兄弟们开会讨论问题，看到来电，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别说话。画饼大师来电话了，我们听听他怎么说。按下扩音键，兄弟，你可算接电话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是哥哥做的不对，不该任人唯亲，让张博这小子在公司里捣浆糊。我已经把他给开了，只要你肯带着弟兄们回来，钱好说，而且我保证产品研发上你有绝对的话语权。这样啊，那我可要问下兄弟们同不同意了。提高嗓音，兄弟们，你们愿不愿意回爱创，在徐总的带领下再创辉煌？办公室内异口同声，不愿意。对面还想说些什么，我果断挂了电话，顺手拉黑。我们紧锣密鼓赶新产品的日子里，许兴国也没闲着。听说花重金请了几个大牛，但一套成熟的产品是先前我们多少个日夜的成果，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接手的？最终他那边也只能苦撑着。更好笑的是，柳青青怀孕了，男友说不是她的，将她扫地出门。无奈柳青青只能带球去找张博，张博也不肯喜当爹，两人大打出手，孩子也差点流产。柳青青一怒之下，将2个男人告到法院，三方开始无休止的扯皮，甚至根据孩子的月份算日子来判断孩子爹。也许等到孩子生下来才能知道谁是爹。6月18日，谐音就要发，是个好日子。浩辰科技推出了新一代的 ERP 产品，产品一经推出，就以卓越的性能和超高的性价比在市场上掀起一股热潮。另一边，因为研发团队的离职，爱创没能力执行先前和客户签订的合同，客户纷纷解约，转头购买我们的产品，同时动用法律武器索要赔偿。最终，爱创科技不得已申请破产。再次见到许兴国，是在浩辰的新产品发布会上。不同的是，我在台上神采飞扬，他在台下眼神迷茫。许总，好久不见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主动上前打了声招呼。许兴国咧嘴苦笑道：好久不见，我来学习学习，不敢当，只是不知道许总现在认清爱创失败的原因没？他支支吾吾老半天，还请沈总赐教。
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成了沈总，不过听起来倒是很受用。那我就不妨当一回老师。徐总最大的问题是创业走得太顺了，自信心膨胀，以为全是自己的功劳，忽视了底下人的付出。做产品的研发人员才是宝，人才是第一生产力。这话徐总不会没听说过吧？可你恰恰就是忽视了这一点。还有就是任人唯亲，让外行领导内行，出事是早晚的。所谓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，赚了钱不往下分点，老是画大饼，人心怎么聚？散是早晚的事。许兴国神色变了又变，招呼了声就走了，落魄的背影让人唏嘘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要想东山再起可就难了。而属于浩辰科技的辉煌就要来了。新产品以浩荡之势席卷市场，仅1年便获批上市。港交所内，我西装革履，格外激动。时间一到，郑元浩郑重地说：“沈星辰，上市敲钟你来直锤。”我大感意外，直到落锤那一刻，我还是懵的。人生有很多种选择，跟对人是一种选择。看来我选对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